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准备向我们中国采购一批主战坦克和重型步兵战车，看重的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实力。因为巴西的订单非常的特别，目前只有我们中国呀能够符合要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巴西陆军呢正在和中国接触，从我们这边想购买65辆 VT4 主战坦克和78辆 VN20 重型步兵战车，这时间呢是从这个2026年到2040年之间陆陆续续的交货啊，到2040年完全交完啊。要说起这个事情拖这么长时间，它靠谱吗？首先啊，咱们要看巴西陆军现在全面更新装备是真实而迫切的需求。我们看现在巴西的装甲装备啊太落后了，你看他们现在用的还是德国的豹一 A1 和 A5， 还有美国的 M60A3 TTS。 你还别说在世界范围之内呢啊，就算放在南美，这明显也是不行了。你看这个隔壁智利啊，它已经有了140台的豹2 A4 啊，在隔壁那个委内瑞拉则有了190辆的 T72BEV。要说起来，巴西和台独那边倒还真是有那一比，因为台湾地区还有一堆的 M60A3 的，反正都是太老的东西了。所以你看，从需求上来说，巴西它确实是要换新东西了。然后我们看巴西提出的这些特殊的要求啊，它就是要求这坦克和装甲车呢，它要是同一种底盘。这一下呢，就把欧洲的北约国家全都给排除掉了，包括德国、法国，它都没有这种东西。美国和韩国现在也没有这个在同一种底盘上发展出来的主战坦克和重型步兵战车啊。碰巧呢，只有中俄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但是俄罗斯这边呢，还是稍微差一点事儿的。俄罗斯现在能拿出来的这一类的东西呢，就是最先进的这个 T14坦克啊。这现在它不是已经拉上俄乌战场上去了吗？但是呢，也没有进入实战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而且呢，在这个 T14这个底盘上发展出来的 T15步兵战车，它是一个重型的步兵战车了哈。这个呢还是很不成熟。但是这两样呢，好歹说它也算是有吧。当然了，非要硬说的话，那个俄罗斯的 T90M 和它的 BMPT 这个装甲车倒是也能算上是在一个底盘上发展过来的。但是这 BMPT 啊，它就是一个坦克支援车，它不能搭载步兵。而我们这边的 VT4A 呢，有第3代主战坦克后期的性能，而且呢，我们有很强的技术储备，可以把先进的东西整合上去，尤其是智能化技术、战场感知的能力。那么在俄罗斯这边来说呢，这个能力它就欠缺了。那 VN20 正好又是咱们在 VT4A 的底盘上开发出来的。巴西还提出一个要求，这是根据他们国家的具体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因为这巴西啊，热带地区嘛，到处都是热带雨林，所以要求主战坦克的战斗重量不能超过50吨，太重了呀，在那地方它弄不好就陷到哪里去了。它必须具备这个热带雨林地区的这个机动性。这一点呢，又赶巧了，我们地大物博，那是一个多气候的国家，这点是早在我们各种装备的考虑之中。咱还不要说坦克了啊，你就说咱们这个火车、高铁都有专门的这个高原型啊、高寒型啊和适合湿热的这种车型。这一点呢，俄罗斯那可就是差太多了。不过呢，巴西还要求它现在的主战坦克，新的主战坦克啊，是要120毫米的主炮。但是我们的 VT4A 呢是125毫米的，这一点倒是不符合要求了，需要进行改装。虽然说吧，要改装不是特别难的问题，也不是根本的问题，但是它也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要费一番的功夫。由此看来啊，如果我们能够拿到巴西的订单的话，那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实力拿到的这个大单。不过呢，现在巴西啊还只是一种意向性的和我们进行接触，而且你看它这个时间拖得也太长了，先后有10几年的时间，那这个期间发生的变数可就太多了啊！你比如说在这期间可能就会出来什么新的产品，也有可能在这个期间发生重大的这种政治上呢，或者整个世界格局上的变化，这都还很难说。至于说在经济能力和交易安全方面啊，我们已经把这个路给铺好了。你看我们中巴刚刚签订了本币交易的协定，而且巴西呢有太多我们需要的资源了，这还真不用担心这个货款问题。巴西现在把目光呢正在转向我们，第一呢是看中了我们军事技术和能力、装备水平，这已经世界的一流水平了。那么
在无人武器、智能技术方面，更是只有中美两家在进行较量。第二层呢，他还是看到了我们的实力正在增长的这个实际情况，他也看到了和我们中国密切关系本身，它就是会具有一种政治上的优势。